现在军事我们已经世界第一了，科技世界第一了，差一个文化，文化必须世界第一。我们世界第一，美国世界第二，世界第二之后，世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都想整死美国，让他们一块儿整死美国，整死美国，我们他妈就是人整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经常流传着一些奇怪的言论，比如片头里这位搞笑男士认为中国的军事世界第一，科技世界第一，就差一个哪吒票房世界第一，中国就能成为绝对的世界第一，中国人也可以由此成为人上人。在中国政府操控舆论的环境下，其实我可以理解有部分人认为中国军事和科技的实力很强，但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一部电影票房可以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甚至还能让中国人借此成为人上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中国人关于经济问题的5大谬论。第一，中共创造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史无前例。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或听过这个说法，在反驳之前，咱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到底是有多快。从1982到2011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30年，平均 GDP 增速为 10.3%。不得不说，这个速度确实牛逼。在同样的时间，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只有 3.1%， 但算不算史无前例呢？当然不算。1963到1992年，韩国的经济增速平均为 9.9%。1967到1996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速平均为 9.1%。1959到1988年，台湾的经济增速平均为 9.7%。由此可见，实现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不只有中国，而且无论是韩国、新加坡还是台湾，都远比中国更称得上是经济发展的奇迹。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中国人均 GDP 只增长了28倍，相比之下，韩国增长了56倍，新加坡增长了42倍，台湾增长了46倍，都要比中国高，而且还要高出很多。这说明了和其他3个地方相比，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口增长。在宏观经济学里，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出现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的状况。根据索罗模型，资本化程度越低的国家，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说人话就是，越穷的国家越容易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咱举个例子，对一家只有1个厨师、1个服务员的小餐厅而言，从1个灶台增加到2个，会大大增加这家餐馆的生产能力。但对于一家大酒店而言，增加1个灶台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时候，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难。比如今天的印度、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经济都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但真正难的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仍然保持高速发展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所谓的发展奇迹和韩国、新加坡、台湾一比，就更加不值一提。这3个地方在我统计的30年之后，仍然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一跃成为了高收入国家。不说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人均 GDP 都超过了3万美元。然而中国的情况却要差上很多，在2011年之后，经济增长越来越差，只能靠数据造假来维持一个高增长的假象。2024年，中国经济 5% 的增长，你信吗？居然还有国家在失业率飙升、面临通缩压力和支柱产业崩溃的时候，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可能只有皇上和最傻的一批小粉红才会相信这个数字。所以，并不是中共，而是穷创造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和韩国、新加坡、台湾相比，中国的高速发展称不上奇迹，更称不上史无前例。接下来是中国人对经济的第2个误区：中国的人口多，不好养。当有人在吹嘘中国经济世界第2的时候，有的人会站出来说，经济总量对咱普通人的生活又没啥影响，中国还有那么多贫困人口，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这时候，小粉红最常见的反驳理由是，中国人口太多，总有政府照顾不到的地方，有几亿的贫困人口很正常。我就纳闷了，中国在最近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很多人的收入越来越高，是因为政府照顾的吗？不仅如此，人口多还成了许多问题的挡箭牌。当养老金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人会说，政府每年要发那么多养老金，已经很不容易了。当食品安全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人会说，中国人口那么多，每年需要那么多粮食，哪有每个人吃上饭，政府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最近找不到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还会说，中国的人口多，需要那么多工作岗位，
政府能让大部分人有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关于中国人口多不好养这条谬论，下面我会从2点来反驳。首先，人口多是不是一定意味着人均收入会低？如果是这样，那中国人口最多的北京和上海是不是人均收入应该全国最低？如果是这样，拥有几十万员工的阿里巴巴是不是员工收入应该比那些小公司还要低很多？确实有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因为人口少导致人均资源非常高，从而实现很高的人均收入，比如卡塔尔、挪威和澳大利亚等等。但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人口多并不会拖累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比如日本在2战后人均收入就高速发展，甚至一度要超越美国。然而日本这个国家就没什么资源，人口总量也非常高，人口密度更是远超中国。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说过，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可以越精细，生产效率就越高。所以人口多对效率而言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一件好事。就是为什么不管在哪个国家，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往往要高于小城市的原因。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拥有着远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市场规模，才可以实现更精细的分工，拥有非常丰富的产业结构，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此外，市场大还会有规模效应，像电动车这种需要大量前期投资的产业，只有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企业才可以盈利。正是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市场，才可以让电动车产业得以快速发展。否则，就算中国的亲近首富雷布斯想造车，恐怕也只能在梦里吧。所以，对于中国人收入低这个问题，人口表示咱不背锅。第2点是中国政府养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养中国政府？先来问大家几个问题：中国人吃的粮食是政府种的吗？养老金的钱是政府出的吗？中国的工作岗位是政府提供的吗？在这里有的人可能想说，这前2条我还能理解，但第3条嘛，中国有5000万的公务员和公职人员，难道不是政府提供的岗位吗？这岗位确实是政府提供的，但工资可是中国人发的。若没有中国人交税，中国人买房，政府哪来的钱给这些人发工资呢？虽然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可以让整个国家变得更好，但中国政府本质上就是中国人花钱过来给自己干活的。所以说中国政府养中国人，就好比一个人跟我说我们家的保姆养了我们一家人一样荒谬。第3个误区，中国基建值得骄傲。关于这一点，我首先要给予肯定，中国的基建确实值得骄傲。不说别的，光是基建速度就是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完全不能比的。在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修路，这条路修完了再修那条，那条路修完了再回来修一下这条路。然后在澳洲也经常看到修路，不过却并不是翻来覆去的修，而是一段路可以修5年10年。我经常跟朋友说，澳洲的交通状况一定会越来越差，因为澳洲政府完全没有能力改善交通。然而，中国基建的速度虽然值得骄傲，但该骄傲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中国之所以有基建狂魔的称号，有2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工人，一个是钱，缺一不可。先说工人，我们来对比一下澳洲和中国这2个国家。澳洲的建筑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不到8个小时，通常为早上6点到下午2点，除了双休，每个月还有额外的休息时间，并且澳洲的建筑工人还拿着高薪，收入要远超普通的白领。这就导致就算有1.5倍的工资，也很少人会选择加班。然而，就算是这样，也很少人会选择进入建筑行业，导致澳洲建筑工人的数量极度短缺。反观中国，有大量贫困的农民进入建筑行业，很多工种的收入取决于工作量，这又导致很多为生计和孩子奔波的建筑工人，就算没有加班工资，也会选择过量工作。作为政府，有一群牛马，只要喂一点草就能不知疲倦地帮我迅速完成基建，当然值得骄傲了。但作为中国人，赚的又少，干的又多，甚至还经常拿不到工资，这到底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再来说钱，中国基建的钱很多都来自地方政府靠抵押土地贷款来的钱，前提条件是政府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并且几乎每一个基建项目背后都有大量的腐败。2021年，郑州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这没法吃，没有了家都麻了，人也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啥没有了，谁也不能吃，也没有电。然而在此之前，郑州政府已经花了500亿建设海绵城市。我虽然不懂工程，但实在无法想象500亿都建设不好一个城市的排水系统吗？
在中国，因为腐败而导致的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作为政府官员，只要多搞基建，既可以升官发财，又可以贪污腐败，甚至还能被很多不明所以的傻白甜吹嘘自己的工作成果，简直是一举三得，当然值得骄傲了。但作为中国人，生活的土地没有1平方是你的，还要被政府侵占大量的资源，被当成韭菜剥削欺骗，这很值得骄傲吗？第4个误区，中国人虽然收入低，但购买力强。想说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小红书对账，很多中国人发现，原来西方人民的生活比我们还要艰苦，瞬间就打了鸡血。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份中国和澳洲对比的账单。首先，在这份账单里，澳洲的价格和真实情况有非常大的出入，比如最高的3项，国产啤酒、可乐和水。在澳洲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去餐厅或路边的便利店买纸鞋，价格是会很贵，但如果你在超市或专门卖酒的地方买，价格往往只有前者的1半或1/3。比如在澳洲超市买一罐375毫升的可乐，往往只需要1到1.5澳币，和人民币最高也就7块钱。最近澳洲迎来了飓风，超市里的水几乎断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去超市买一瓶1.25升的水，也只要不到1澳币。但在这里我不想纠结对账单的对错，因为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的对账单都存在的问题，就是缺乏生活大头的支出，比如房子。在左边是澳洲第3大城市布里斯班的一栋别墅，精装修，占地面积566平方，建筑面积300平，永久产权，售价140万澳币，合计人民币640万，每平米价格约2.1万人民币。右边是位于杭州的一栋别墅，毛坯房，占地面积300平，建筑面积120平，70年产权，售价320万，每平米价格约2.7万人民币。这2栋房子都在城市的郊区，距离市区的车程约40分钟。就算我们不考虑澳洲的房贷可以抵税，位于澳洲布里斯班的别墅在产权和装修这2方面也要碾压位于杭州的别墅，但价格却要比杭州的低。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澳洲的平均收入肯定要远远高于杭州，但房子却要比杭州的便宜。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说澳洲的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一场严重的危机中，原因是房价太贵，所以目前澳洲的房价在西方国家中绝对属于非常贵的。如果中国的房子比澳洲还贵，中国人需要掏空6个钱包来买，那跟别人比麦当劳和可乐的购买力有什么意义呢？最后一个误区，政府无所不能。我在17、18年的时候跟身边的朋友说，中国的房价肯定要大跌，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房地产对中国太重要了，政府不会让房价跌的。相似的话，最近在中国股市也有听到过，政府肯定会将股市推上去，因为中国需要一个牛市。很多中国人总是相信，只要政府想做什么就一定能做到，没做到的都是不想做。我就纳闷了，那中国政府想不想超越美国呢？超越了吗？皇上想不想收复台湾呢？收复了吗？我一直非常认同，中国就是一个妈宝国，大到70、80岁的老年人，小到20、30岁的年轻人，都非常听妈妈的话，认为妈妈无所不能。只不过这个妈妈是中国政府。我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的权力的确很大，可以控制银行体系、土地以及其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最重要资源，可以靠举国之力扶持任何一个行业。但权力再大，资源再多，也违背不了经济规律。或许中国政府可以将房价推高，大不了就直接印钞，将市场上所有的库存全部清理，但它却无法在不引发恶性通胀，让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推高房价。或许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基建和产业政策，让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再次高速增长，但它却无法阻止中国资源分配扭曲和经济效率降低。1978年，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想让中国走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你既然想要尝一尝市场经济的果实，就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让市场来调节价格和资源分配。让中国政府却用权力和暴力强行将资源分配到了地方政府和国企这些没有效率的地方，结果就只能自食恶果，断送中国经济的未来。近期，皇上老人家召开了民企座谈会，并亲自出席。会议邀请了包括马云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妄图营造一种国家支持民企的氛围。然而，若不给民营企业家该有的公民权利和财产保障，不给民营企业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中国政府想民企再次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也只会是白日做梦。小粉红可以喜欢政府这个妈妈，甚至可以崇拜政府，但如果神化政府，认为他无所不能，恐怕早晚像前2年买房的人一样，信仰崩塌。关于中国人对经济的误区我就说到这里，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其他高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点赞加评论，谢谢大家，拜拜。